如果我告诉你，你这一生所经历的所有爱恨情仇，你拼命买下的房子，你引以为傲的文明，在宇宙眼里，连一粒灰尘都算不上，甚至连那粒灰尘所在的位置都不存在，你会觉得渺小吗？还是会感到一种令人窒息的绝望？先别急着划走，因为2026年刚刚传回的一组天文数据，彻底打碎了人类最后的尊严。今天，我不打算讲教科书上的枯燥数字，我要带你玩一场最疯狂的降维打击。我们要从宇宙的中心出发，一路穿越到你想象不到的边界，甚至去看看科学家说可能永远看不到的地方。这趟旅程只有30分钟，但它带给你的震撼可能会让你今晚失眠。很多人以为天文学的进展无非是又拍清楚了一点儿，又远了一点儿，又精确了一点儿。但只有真正关注这一领域的人才意识到，现在发生的事情已经不是细节修补，而是对人类宇宙观的一次次正面冲击。他们正在反复指向一个让人不太舒服的结论：我们理解的宇宙很可能从一开始就太保守了。先从一个最残酷但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事实说起，宇宙到底有多大？真正的答案不是一个天文数字，而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现实。我们不仅不知道，而且在物理法则的枷锁下，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但在谈论宇宙之前，我们还是得先从一个你每天都能看到的东西开始。太阳。太阳几乎是人类安全感的象征，它稳定、规律、可靠，每天升起、落下，按部就班地维持着地球上几乎一切生命活动。可一旦你把它放进真正的宇宙尺度里，它立刻就开始变得不那么伟大了。从数学上讲，如果把太阳想象成一个巨大的空壳，它里面可以塞进大约130万个地球，这个数字本身已经足够夸张。但问题在于，人脑对这种数量级几乎是免疫的。你看到了，但你并没有真的感觉到。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每秒钟数一个数，不吃不喝不睡觉，连续数下去，你需要整整15天才能数完这130万。可即便这样，你依然很难真正理解那意味着什么。有人为了让这种巨大变得直观，真的做过实体实验，用一个大球代表太阳，用小球代表地球，一颗一颗往里塞。当那个容器被填满的时候，很多旁观者才第一次意识到，这已经不是很多，而是一种彻底的碾压感。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才是认知崩塌的开始。因为在宇宙里，这样的太阳其实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存在，甚至可以说它在恒星这个群体里根本排不上号。当你把视角从太阳系拉远，进入真正的恒星尺度，你会发现一种极其反直觉的规律开始浮现。在宇宙中，越厉害的东西往往活得越短。我们先来看一些你在夜空中可能听过名字的恒星，比如天狼星。它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之一，直径大约是太阳的 1.8 倍，亮度却是太阳的20多倍。站在地球上看，它只是天空中的一个亮点，但在宇宙尺度里，它已经算是很绝色了。再比如织女星，直径是太阳的 2.7 倍，然后是大角星，它的体积是太阳的18000倍，
如果你把太阳缩小成一个篮球，大角星的大小差不多相当于一整栋楼。不是比喻，是尺度换算。听到这里，很多人会下意识觉得，这么大的恒星一定更稳定、更强大、更长寿。但宇宙偏偏不按这个逻辑来，事实恰恰相反。恒星越大，死得越快，原因并不神秘。质量越大，引力就越强，核心的压力和温度就越恐怖。核聚变反应会被迫以一种近乎失控的方式进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台永远踩死油门的发动机，不减速，不冷却，不停机，一路烧到结构本身崩溃。太阳的寿命大约是100亿年，这在宇宙中已经算是慢性子了。而那些真正的巨型恒星，有的只能活1000万年，甚至更短。在宇宙的时间尺度里，这样的存在几乎像是一道闪光，还没来得及留下痕迹，就已经消失。而当这些恒星走到生命尽头时，宇宙才真正露出它冷酷的一面。如果恒星质量相对较小，它可能会塌缩成白矮星。白矮星的体积只有地球大小，却拥有接近太阳的质量。它的密度高到什么程度？理论上，一勺白矮星物质就足以压扁一辆坦克。在它表面，重力是地球的10几万倍，你的身体甚至来不及产生疼痛，就会被压缩成无法识别的形态。但对白矮星来说，这已经算是善终了。对于那些真正的巨无霸，宇宙准备的是更残忍的剧本。它们不会慢慢熄灭，而是会以一种极端暴力的方式结束生命。超新星爆炸，整个恒星在极短时间内坍塌、反弹，释放出足以照亮整个星系的能量。一颗恒星用彻底的毁灭为宇宙留下最后一次烟火。2026年之前，人类对这些过程的理解还停留在相对保守的模型上。问题是，最新的观测正在不断告诉我们，现实比模型要激进得多。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在近几年的持续观测中，已经多次发现了一些不该存在的东西，一些形成时间早得离谱的原始星系。按照传统的大爆炸模型，它们根本来不及在那么早的宇宙中成型，但它们就在那里被清清楚楚地拍到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宇宙早期的演化速度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快，或者说，我们关于宇宙如何一步步长大的理解本身就存在严重缺口，而这还只是故事的开端。当恒星的坍缩继续进行，白矮星无法支撑，中子星登场，甚至最终走向黑洞的时候，宇宙的尺度和规则会进一步变得陌生、危险，也更加迷人。在下一部分，我们会真正走到那条边界线上。黑洞 TON 618，以及2026年那些正在让科学家夜不能寐的数据，那将是一个人类几乎完全失去直觉优势的领域。而当恒星的故事走到这里，宇宙并没有停下，它只是换了一种更极端的存在方式。黑洞不是终点，2026年让科学家失眠的是他们太正常了。如果你问一个普通人，宇宙中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10有8九会得到同一个答案：黑洞。它吞噬一切，连光都逃不出来，时间和空间在它面前失去意义。
在大众想象中，黑洞几乎已经成了宇宙恐怖的代名词。但有一个事实可能会让你感到比黑洞本身更不安。在2026年的天文学语境里，黑洞正在变得越来越正常，不是因为它们没那么可怕，而是因为它们出现的太多了，大的太离谱了，而且存在的太早了。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先回到恒星死亡的那条分岔路上。当一颗超大质量恒星发生超新星爆炸后，如果剩余核心的质量足够大，大到连中子星那种物质极限状态都撑不住，引力就会继续把一切往里拖，没有已知的力能够阻止这种坍缩。于是黑洞诞生。从外部看，黑洞非常简洁，它没有表面，没有实体边界，只有一个数学意义上的分界线，事件世界。一旦越过这条线，你就永远不可能把任何信息传回宇宙。不是因为你不想，而是因为回头这个概念本身在那里已经失效了。很多科普内容会告诉你，掉进黑洞的过程会经历所谓的意大利面化，这是一个听起来甚至有点滑稽的名字，但过程本身一点都不好笑。由于引力梯度极端不均匀，你的身体会被从头到脚拉成一根细长的结构，骨骼断裂，器官破碎，分子结构被直接撕裂。在你产生我正在死亡这个意识之前，神经系统已经被彻底破坏。但问题在于，这种恐怖叙述反而掩盖了真正让科学家坐立不安的地方。真正的问题不是黑洞会不会杀死你，而是为什么它们能长这么大，而且长得这么快。在2026年之前，人类已经确认宇宙中存在3种主要类型的黑洞：恒星级黑洞、中等质量黑洞以及超大质量黑洞。前2种还算好理解，它们可以通过恒星演化逐步形成，但超大质量黑洞从一开始就是个麻烦。以我们银河系中心的黑洞为例，人马座 A 星，它的质量大约是太阳的430万倍。这个数字已经足够震撼，但放在整个宇宙里，它只能算是中等偏上。真正让人头皮发麻的是那些类星体黑洞，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名字叫 TON 618，它的质量大约是太阳的660亿倍，不是660万，不是6600万，是660亿。你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把660亿个太阳压缩到同一个引力中心，你得到的依然不是宇宙极限，而只是目前我们观测到的最大值之一。它周围环绕着一个巨大的吸积盘，直径以光年计算，物质在里面被疯狂拉扯、加速、摩擦，温度升高到上亿度，释放出极端明亮的辐射。亮到什么程度？亮到即便它距离我们几十亿光年，我们依然能在望远镜中清晰地看到它。更令人不安的是，我们看到的 TON 618是它在几十亿年前的样子。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宇宙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这种规模的怪物。而按照传统模型，从一颗恒星级黑洞吃到这种体量，时间是远远不够的。于是问题来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正是2025到2026年
天文学界反复被提及的一个关键词——过早形成。不仅是星系过早形成，连超大质量黑洞也出现得过早了。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高灵敏度红外观测，让我们第一次真正看清了早期宇宙的细节，结果却让很多模型工程师头皮发麻。一些红移极高的星系不仅存在，而且内部已经表现出相当成熟的结构，甚至已经拥有活动中的黑洞核心。这就好像你本来以为宇宙是一个慢慢发育的婴儿，结果一转头发现，它在出生没多久之后就已经开始跑马拉松了。为了解释这些现象，科学家不得不提出一些过去听起来近乎激进的假设，比如是否存在直接由巨大气体云坍缩而成的原初黑洞种子，是否在宇宙早期物理常数的有效表现形式与现在不同，甚至有人开始重新审视暗物质在结构形成中的角色，而暗物质正是另一个在2026年变得越来越刺眼的角色。几十年来，我们一直知道宇宙中有大量看不见的质量，星系旋转速度不对，星系团的引力不对，背景辐射的分布也不对。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存在一种不与光相互作用，但具有引力效应的物质——暗物质。问题是，我们依然不知道它是什么，而最新的观测结果正在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一些精细到令人发指的引力透镜观测发现，暗物质的真实分布与传统模型的预测之间正出现一种系统性的错位。这种偏差虽小，却像是一根扎进物理学大厦的刺，它不足以推翻一切，却足以让我们脊背发凉。在宇宙的底层逻辑里，我们是不是漏掉了一个决定性的变量？如果说黑洞让人恐惧，那么暗物质带来的是另一种更深层次的不安，因为它意味着支配宇宙大尺度结构的主要成分至今仍然是未知。而就在这些未知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谜团，正在2026年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暗能量。通过对超新星、宇宙微波背景以及大尺度结构的综合分析，科学家发现宇宙的加速膨胀并没有表现出稳定的迹象，相反，不同测量方法之间的差异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用误差来解释。这就是著名的哈勃张力。简单来说，我们用不同方法测出来的宇宙膨胀速度彼此对不上，而且差距正在扩大。这让一些研究者开始认真考虑一个曾经听起来极其疯狂的可能性：暗能量可能不是一个常数，它可能在随时间演化。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我们关于宇宙命运的几乎所有推演都需要重写。宇宙可能不会简单的越来越冷，也不一定会走向所谓的热季，它的结局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剧烈得多。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一个共同点，无论是恒星、黑洞、暗物质还是暗能量，2026年之前的发现都在不断指向同一个方向：宇宙的演化比我们预期的更快、更激进、更不讲情面。如果说这些发现让我们看到了宇宙的极限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它的日常。而当我们把镜头从这些极端天体上移开，真正拉远到更宏观的层级时，一种更奇妙也更令人动摇的画面才刚刚开始显现。那是星云、星团、星系，
以及一个几乎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宇宙里，人类真的孤独吗？这一切我们将在第3部分里走到最后。当我们终于看清宇宙，人类最大的幻觉才刚刚开始破裂。如果你一路看到这里，很可能已经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不是单纯的震撼，也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好像你原本以为自己住在一个熟悉、稳定、有边界的世界里，可现在突然发现，这个世界的地板其实是透明的，而下面是无底深渊。但真正让人坐立不安的，并不是黑洞、暗物质或者暗能量，真正危险的是当我们把视角从这些极端个体继续拉远时，宇宙开始显露出它真正的常态。那种常态并不以人类为中心，在恒星死亡和黑洞诞生之外，宇宙还有另一条永不停歇的主线——生成。星云就是这条主线最直观的体现。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星云的照片时，会产生一种误解，以为那是宇宙的装饰，是背景，是好看但不重要的东西。但事实恰恰相反，星云是宇宙真正的工厂，是恒星的产房，也是恒星的坟场。以猎户座大星云为例，它的直径超过24光年。如果你把它平移到太阳系中心，整个太阳系连同所有行星柯伊伯带和奥尔特云都会被完全吞没，连边缘都摸不到。在这片看似柔和绚丽的云雾内部，气体和尘埃正在被引力一点点拉拢、压缩、升温，最终点燃新的恒星。也就是说，你夜空中看到的那些星星并不是永恒存在的灯泡，而是一代又一代在不同星云里不断被制造出来的短暂产品。而2026年前后的观测告诉我们，这个过程远比我们以为的要高效。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已经在多个星云中发现了大量极年轻，甚至还没完全点火的原恒星。它们密集、混乱、竞争激烈，完全不像教科书里那种缓慢而优雅的诞生过程。宇宙并不从容，它更像是在抢时间。继续把视角拉远，你会进入一个更夸张的层级——星团。在星团中，恒星不再是彼此遥远的孤岛，而是高度拥挤的群体。最极端的例子之一，半人马座欧米伽星团，它的直径只有大约150光年，却容纳了数百万颗恒星。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夜晚将不复存在，整个天空会被密密麻麻的恒星照亮，亮到你甚至看不见真正的黑暗。而在这种环境中，恒星之间的引力互动极其频繁，行星系统稳定存在的概率会被大幅拉低。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宇宙中绝大多数恒星其实并不适合安静地孕育生命。这一点直接关系到一个几乎所有人都会关心的问题：我们孤独吗？把镜头再拉远，我们终于来到星系这个层级，银河系，我们的家，一个直径约10万光年、包含数千亿颗恒星的巨大漩涡结构。过去10几年里，人类在系外行星领域的发现速度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个问题的讨论方式。到2026年为止，确认的系外行星数量已经达到数千颗，而统计模型显示，仅在银河系中可能就存在上百亿颗位于宜居带的行星。注意，是可能适合液态水存在的宜居带，而不是已经发现生命。
但即便如此，这个数字本身就已经足够刺眼。如果在这样一个拥有数千亿颗恒星、上百亿个潜在宜居世界的星系里，生命只出现过一次，那反而成了最需要解释的一场。2026年前后，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和新一代地面望远镜已经开始在一些系外行星的大气中检测到复杂分子的迹象。虽然这还远远谈不上生命证据，但它正在一步步逼近一个边界。我们不再只是猜测生命是否存在，而是在具体讨论它可能存在于哪里，以什么形式存在。这正是许多科学家开始重新审视费米悖论的原因。也许问题从来不是外星文明为什么不来找我们，而是我们是否根本不重要到值得被注意。当你站在宇宙的这个尺度上再回头看，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安却又真实的事实：宇宙并没有任何义务为人类保留一个特殊位置。我们不是宇宙的中心，也不是它的目标，更不是它的终点。我们只是发生在其中的一种现象。但奇怪的是，这种认知并不一定会带来绝望，恰恰相反，它可能带来一种更清醒的尊严。想一想，在一个年龄超过130亿年，尺度以光年和星系为单位，充满未知和危险的宇宙中，有一群由原子偶然组合而成的生物，居然能够反过来理解它、测量它、质疑它，甚至为它的异常而感到不安。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其不寻常的事情。100多年前，人类还在争论银河系是否就是宇宙的全部，而今天我们已经在讨论暗能量是否会撕裂整个时空结构。我们用极其脆弱的身体被困在一颗普通行星上，却通过思考和工具把意识延伸到了几十亿光年之外。2026年的宇宙发现，真正击碎的并不是人类的伟大，而是我们对安全感的幻想。宇宙不是为我们设计的，它不会因为我们的存在而放慢脚步。但正因为如此，每一次理解才显得格外珍贵。也许有一天，人类真的会走出太阳系，走出银河系，甚至触碰到我们现在连模型都无法建立的结构层级。也许那一天，我们才会发现，现在的一切只是入场券。而在那之前，抬头看看夜空吧，你看到的不只是星星，你看到的是一个远远超出你尺度的世界，正在允许你短暂地理解它。但这还不是终点。而现在我们要进行最后一次，也是最疯狂的一次跨越。我们要把目光拉到可观测宇宙的边缘。在这个尺度下，距离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它不再是空间的问题，而变成了时间的幻影。可观测宇宙的直径大约是930亿光年，这意味着从宇宙大爆炸发生的那一刻起，直到2026年的今天，光用尽全力不停奔跑，也只来得及把这些信息送到我们眼前。但这里恰恰隐藏着一个让人无法回避的真相，这仅仅是我们能看到的部分。因为空间本身并不是静止的，它正在像一个被不断吹大的气球一样持续膨胀，而且在极其遥远的地方，这种膨胀的速度早就已经超过了光速。那些远在天边的星系正在被空间本身的扩张一点点推走，以一种不可逆转的方式永远退出我们的可观测范围。
它们发出的光已经注定无法抵达地球。从物理意义上说，它们正在从我们的宇宙中消失。科学家曾用过一个极其形象却让人产生强烈幽闭恐惧的比喻：如果真实的完整的宇宙有冥王星那么大，那么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一切，所有星系、黑洞、星云、类星体加在一起，也只相当于冥王星表面的一盏小灯泡。而我们人类文明的全部历史正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盏灯泡的光晕里。那么灯泡外面呢？没人知道。更准确地说，只要目前的物理定律不发生根本性的坍塌，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知道，在那片不可见的领域里，究竟是无穷无尽重复上演的星系结构，是完全不同的物理常数，是额外维度，还是只存在于理论中的多重宇宙？在科学的边界处，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一连串尚未被证伪的猜想。但也正是在这里，科学与幻想第一次真正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也许看到这里，有些人会感到空虚、无力，甚至隐约的绝望，觉得自己太渺小了，渺小到连微不足道这个词都显得有些沉重。但我不这么看，想一想，10000年前，人类的祖先还在荒原中为生存而挣扎，他们无法想象火焰之外的世界。100年前，电波还被视为魔法，没有人能预见互联网会彻底重塑文明的运行方式。而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坐在这里，跨越几十亿光年的深空，讨论宇宙的起点是否被误解，讨论黑洞是否扭曲了时间本身，讨论暗能量是否正在悄然改写整个宇宙的命运。这才是人类真正不渺小的地方。我们的肉体确实被困在这一粒名为地球的尘埃上，但我们的意识已经一次又一次摸到了宇宙边界的围墙，哪怕它无法被跨越，哪怕它永远在远方，我们依然选择靠近。尤其是在2026年，天文学的每一次突破都在提醒我们一件事：真实的宇宙比任何科幻作品都更加大胆，更加诡异，也更加不留情面。它不仅比我们想象的巨大，甚至比我们能够想象的上限还要巨大得多。也许有一天，人类真的能走出这盏灯泡，走向那些我们现在甚至无法建模、无法理解的结构层级。也许那一天，我们才会发现，今天的一切只是序章。如果你也痴迷这种探索未知、挑战认知极限的宇宙故事，欢迎订阅科学幻想号，因为下一次我们要去的地方会比你想象的更遥远，也比你梦见的更加疯狂。